普京出访伊朗，埃尔多安在场，中东又面临一场大变局，美国反而成为了看客。观众朋友、网友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先少。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，普京只出访过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，这里呢是被俄罗斯人看成是自家的后院。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，普京即将开始一次中东之行，而且是将访问德黑兰。在伊朗，他将分别会见伊朗总统和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。据报道，这次会晤的主题是政治解决叙利亚问题，由俄罗斯、土耳其和伊朗共同发起。这三个国家也是叙利亚和平进程的担保国。大马士革政府官员和叙利亚反对派成员也将参加这一行程。伊朗、俄罗斯和土耳其围绕叙利亚将展开多边会谈，这显然是为土耳其军队在叙利亚北部的军事行动进行最后的协调，而这将进一步的侵蚀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。很多人会问，为什么伊朗、土耳其和俄罗斯会走得这么近呢？这里面的原因非常复杂。伊朗与土耳其走近，最直接的原因是双方都有共同打击库尔德独立运动势力的需要，但深层次的原因可能更复杂。首先，土耳其与伊朗有着密切的经济合作，土方一直在大量进口伊朗石油，而美国拿土耳其呢没什么好办法。第二，土耳其因为与伊朗关系好，甚至呢还成为沟通伊朗与欧洲的桥梁，提升了土耳其在欧洲的地位。第三，土耳其与伊朗两国都是伊斯兰国家，还有共同的敌人，他们的共同敌人那就是以色列。土耳其的野心是成为中东和横跨欧亚地区的霸权国家，以及伊斯兰国家的领袖。而要想成为这样的霸权国家，就必须成为对抗以色列的旗手，这与伊朗是不谋而合的。俄罗斯则有维护叙利亚主权和自己在中东战略利益的需要。俄罗斯主要诉求应该是保住其在叙利亚的利益，能够继续保持成为影响中东战略安全的重要角色。现在俄军的主力几乎全部陷入乌克兰战场的泥潭，俄军依靠增加500名伞兵，显然无法保护在叙利亚北部的控制区。所以普京更希望能在解决库尔德人的问题上与土耳其达成谅解，双方很有可能会进行必要的利益交换和配合。土耳其曾经阻止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，获得了军事进攻叙利亚库尔德人区的充分理由，现在还有可能借机再敲一次俄罗斯的竹杠。目前最难受的恐怕是美国，主要原因有这么几点。第一，库尔德人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隐性盟友，他们曾在打击伊斯兰国的战斗中出过力。第二，现在土耳其与俄罗斯和伊朗在一起玩，等于是甩开了美国和北约的影响，而且呢要大干一场，这就直接损害了美国在北约的领导力。以色列本身就是美国控制中东的一个棋子和钉子，土耳其与伊朗之间的紧密关系不但能够制衡以色列，也在实实在在地削弱美国的影响力。总体来看，随着土耳其开始为在叙利亚北部发起战争行动进行最后的布局，各国在中东的影响力也将发生微妙变化。很显然，土耳其的力量正在崛起，伊朗呢又成为了多方拉拢的香饽饽，而俄罗斯也必须接受实力下降的现实，保持足够灵活的外交策略。只有美国又一次发现自己成了中东大变局的看客。土耳其这个国家或许现在的实力还不算特别强大，但绝对是引发北约和中东战略变局的重大变数。美国在中东影响力下降之后，俄罗斯的影响力也在下降。奥尔多安正在把握其复兴奥斯曼帝国的机会，至少也在把握其扩大影响力的契机。中东的局势今后会向哪个方向发展，值得我们密切关注。好，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